大家电相比于其他电器来说，选购时更容易引起我们的重视，毕竟其投入成本相对较高。但同时，在大家电的选购上，花冤枉钱、交智商税的情况也不少见。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对大家电的了解程度不深，亦或者是盲目跟风。而真正体验过之后，特别是经过时间的检验之后，才会发现有一些大家电淡出中国家庭被淘汰，或许只是时间问题。比如下面的5种电器就是典型的例子。1. 大屏幕冰箱，国内和国外有大家比较熟悉的2个牌子的冰箱都在推出大屏幕系列，对于正在选择冰箱的用户来说，或许看一眼就被吸引住了。事实上，很多人投入也多半是因为它的高级，准确来说是伪高级，因为这种大屏幕冰箱的本质其实是冰箱加安卓平板嵌入，所以使得它成为了一款能够刷视频、看菜谱、听音乐，甚至是视频通话的多功能冰箱。必须要承认的是，大屏幕冰箱的确是厂家的创新，也算是冰箱行业的发展。但是有一说一，对于用户而言，这种设计显然是噱头大于实用，并不是抨击厂家，而是站在用户切实体验的角度来说，有不少人买回家之后，直言大屏幕触碰的次数少之又少，多半成了摆设，买回家弃之不用是为什么？因为用户没有这方面的使用场景需求。举个简单的例子，我还能一边炒菜一边刷着冰箱上的菜谱吗？还是我就站在冰箱面前刷短视频？太不符合用户场景了，也没有解决一些痛点。直白点说，这就是增加冰箱标价的砝码，而它被淘汰或许只是时间问题。当然了，也不排除有人确实喜欢这种冰箱，所以是否投入还是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定。只不过对于普通家庭而言，似乎选择传统的普通冰箱更为合适。2. 太小的电视机，尤其是55英寸以内的电视机，属于真正的无效投入。真正体验后就会发现，尽管电视机的存在感降低了，但是越看越大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小屏幕电视机显然已经不能满足家居观影的需求，而且如今的住宅客厅开间普通不低于 3.3 米，意味着55英寸以内的电视机悬挂上之后，观影效果会非常差。而根据小东调研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主流电视机销售尺寸中，65英寸已经登顶，而55英寸及以内尺寸的电视机市场份额再度下滑。反观75英寸及以上的电视机，特别是98英寸的液晶电视，销售占比比往年增加了6-7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表明，大屏正在成为趋势，而经典尺寸55英寸及更小的电视机势必会淡出更多家庭。3. 零冷水燃气热水器作为主流的热水器之一，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燃气热水器，而不少家庭在选购的时候总是拿不定主意，是选择普通的还是选择零冷水的。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估计很多人都在听销售说零冷水燃气热水器更好，因为安装了它就不存在冷水问题了。零冷水燃气热水器真的值得投入吗？实际上，只要对燃气热水器有足够的了解，就会发现零冷水燃气热水器属于实打实的无效投入。之所以这么说，可以从下面2点来验证。1. 零冷水燃气热水器机器成本要比普通燃气热水器高1000元左右。2. 零冷水的本质其实就是在普通燃气热水器的基础上增加了增加泵、循环泵，让水在循环泵里反复加热，以此来实现零冷水。而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增加能耗的过程，相当于也在增加使用成本。当然了，说它不值得投入，还有一点，那就是市面上有实现零冷水的平替方案，即小厨宝电热水龙头。依靠小厨宝和电热水龙头就能够实现厨卫零冷水的体验。这种方案实际上有很多家庭正在使用，而且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投入成本都要低很多。这里所说的成本指的是零冷水燃气热水器和普通热水器之间的投入加使用成本价差，这个价差远大于小厨宝电热水龙头的投入和使用成本。4. 洗烘一体机，选的时候很香，用了没多久，烘干功能就闲置了。提及洗衣机，相信很多人在选购的时候都会考虑洗烘一体机，毕竟洗烘一体机作为一种集成电器，它集合了干衣机的功能。然而必须要承认的是，对于很多家庭而言，洗烘一体机也属于无效投入。对于气候相对干燥的北方地区来说，使用洗烘一体机的烘干功能所花费的时间，甚至比放在阳台晾衣架自然晾晒的时间还长。这一点是不接受反驳的。以我的一位粉丝为例，前段时间就在吐槽，早知道烘干一次个把小时，还不如拿去外面晒，而且烘干一次电费还用不少。这也是为什么说有些家庭选择洗烘一体机属于无效投入的主要原因。而对于预算充足的家庭而言，选择独立热泵烘干机显然更为合适。独立热泵烘干机其最大的优势就是具备绒毛收集器，且在烘干效率、节能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同时，热泵烘干机的维修率其实也远低于洗烘一体机。有不少家庭一开始投入的是洗烘一体机，过了没多久就更换成了独立的热泵式烘干机。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后者的使用体验更佳，
而站在这个角度上来说，洗烘一体机依然属于无效投入的范畴。5. 投影仪有没有发现，很多年轻人喜欢用投影仪替代液晶电视？必须承认一点，投影仪作为影视终端，确实有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但是依靠它来替代传统的电视机是有点牵强了，也太理想化了。影院级的观影体验，液晶电视也可以办到，但不惧日光的屏幕，投影仪却办不到。市面上的大多数投影仪流明太低，以至于白天的对比度太差，观影效果大打折扣。也就是在晚上的时候，投影仪的价值才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投影仪的一些缺点也暴露无遗，一碰就得重新矫正，而且自动校正不够精确，多数机器需要手工调整角度。2. 白天需要拉窗帘，晚上需要关灯。3. 会衰减，使用寿命短，长期来看，液晶电视还将回归主流。看过上面这几点，就会发现，投影仪并不是家庭的最终观影终端，液晶电视仍然是老大哥。不管你预算多少，这9种家用电器不建议投入，花钱多还不实用。1. 专用滤芯净水器，对于水质不好的家庭，安装净水器还是很有必要的，但千万别选那种专用滤芯的产品，否则的话，少则半年，多则1年，一次换新成本就500-600，甚至上千元。有这钱，还不如常年喝桶装矿泉水来的划算。2. 中央空调，普通住宅真没必要装中央空调，价格贵，耗电高，维修难，从哪方面看都不如分体式普通空调省力省心。其实中央空调主要是针对商用，比如写字楼、酒店、商场等大型场所，因为面积大，而且对温控要求高，普通空调自然达不到效果。3. 低糖电饭煲，说白了就是打着健康养生的噱头收割智商税，通过智能科技将淀粉分离出去，从而降低米饭中的含糖量，想想都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别再去当冤大头了，所谓的低糖电饭煲根本对降血糖毫无作用。4. 电动烘干晾衣架，电动晾衣架确实比手摇的更省力，但我劝你买个带升降照明的就挺好，千万别选那种多功能合体的，尤其是又是烘干又是杀菌的，又贵又不实用，烘干效果差不说，还老费电了，都不如直接在阳台上风干来的实际。5. 空气净化器，事实证明，新房装修完开窗通风是去除甲醛最有效的方法，别想着买个高端空气净化器来净化甲醛，它的主要材料就是活性炭，只有少量吸附能力，而且活性周期很短，效果真的微乎其微。6. 家用跑步机，家庭跑步机大概率买回家都会被闲置，很多人买前雄心壮志，实际情况就是搬回家就新鲜那么一阵，之后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看着自己日渐肥硕的身体以及沦为阳台晾衣架的跑步机感叹，辛苦挣的血汗钱又打了水漂。7. 智能冰箱，美其名曰可以做饭的时候搜食谱，听个音乐，同时还能显示时间和天气，实时监控制冷温度。但对于冰箱，最该关注的不是冷冻和保鲜吗？这些所谓的智能功能，你会经常用到吗？而且动辄1-2万的价格，实在没有性价比而言。8. 壁挂洗衣机，壁挂式洗衣机不推荐的理由就是不安全，因为它在工作中会产生强大的震动，会导致有掉落的风险。另外，结构原因，内部容量很小，根本洗不了几件衣服，价格还卖得很贵，性价比实属不高。9. 厨房凉霸，千万别被它的名字给欺骗了，其实就是个换了壳的风扇，根本起不到制冷降温的作用，吹出来的就是自然风，冬天用不上，夏天你不敢用。你要问为啥？因为凉霸一旦开启，等于把屋顶的热气都吹下来了，你会感到更热了。不可否认，这些年家装行业随着工艺技术的革新，产品的迭代升级，应运而生出很多新的装修设计。当然，这其中也有一些好的设计和产品，兼顾了美观与实用性，不仅提高了装修档次，同时也提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但是也有一些看似高大上的装修设计，却是外强中干，实用性很低。本期小东就给大家盘点5个中看不中用的装修设计，奉劝你别再盲目效仿了。1. 超大落地窗，一整面的超大落地窗非常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审美。大玻璃落地窗不仅颜值高，采光好，还能拥有极佳的视野，看后怎能不让人心动？但是很多商家为了利益，对于超大玻璃落地窗的弊端却熟视无睹，这也导致很多安装完超大落地窗的业主都后悔了，抱怨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总结来说，无外乎以下几个关键问题。1. 安全隐患，落地窗本身就存在自爆的风险，玻璃面积越大，意味着风险越高。
特别是高层住宅要承受更大的风压，为了美观却要牺牲安全性，付出的代价太大。二、性能弊端。首先，超大玻璃的通风效果较差，这一点不要质疑，因为玻璃面大，也不便于开窗。其次，私密性差，一整面透明玻璃会让房间内的状况暴露无遗。三、成本问题。大玻璃落地窗虽美，但造价也非常高，自身材料价格就贵，同时还要承担运输、吊装、安装和维护上的费用。就算一个普通小阳台，也至少要大几万元。综上所述，这就是小东不建议大家盲目跟风超大落地窗的原因。二、金刚网纱窗。金刚网又称防盗纱窗，凭借质地刚硬、结实耐用，同时还兼具非常好的防盗效果，市场上一经推出就深受业主们的喜爱。然而，很多人在装之前只了解了它的优点，对它的缺点却一无所知，结果尝试后才发现自身缺陷还比较明显，甚至让人无法接受。其一，通风性差，影响采光，这两点也是被大家诟病最多的地方。厚重的不锈钢网格把外边的光线和空气都挡住了，有业主对它的评价简短到位，家里很暗，密不透风。其二，防蚊效果差，这种金刚网纱窗的网眼比较大，根本没办法挡住体型较小的蚊虫，尤其是夏天，只要一开窗就到处是小飞虫，着实让人头疼不已。其三，清洁难度大，金刚网堪称是灰尘集聚地，3天不擦，网格上全是灰尘、毛絮，不用刷子都很难清除上面的污垢，所以很多用过一段时间金刚网纱窗的业主才会吐槽说，花那么多钱买个鸡肋纱窗真的太糟心了。对于纱窗的选择，小东建议首选综合性价比更高的高透网。相比于传统的金刚网，它的质地更为轻薄，且不会影响到透风和采光，同时兼顾了防蚊虫的效果。三、吊轨推拉门。用过传统推拉门的业主都知道，它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时间一长，突出的轨道凹槽里非常容易积灰，且藏污纳垢，不好清理。有需求就有市场，推拉门厂家经过工艺升级、改良换代后，研发出更加高大上的吊轨门，似乎弥补了地轨门的缺陷。不可否认，吊轨推拉门美观性更好，因其轨道在上方，因此地面也无卫生死角，方便清洁打扫。但很多人还是忽视了它自身的缺陷，那就是承重问题。首先，铝合金门自身的重量就不轻，如果墙体不够稳固，时间一久，必然会出现推拉门下坠、摇晃等情况发生，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其次，上方轨道设计必然对安装标准要求极高，稍有偏差，导致两侧高低不平的话，就会让移门偏向一边滑动，而且维修难度也非常大。所以，奉劝大家还是不要轻易尝试。小东建议可选择嵌入式同条轨道的推拉门，既兼顾了安全和稳固性，同时也不用担心凹槽藏灰不好打扫。四、悬空电视柜。大尺寸电视或者投影幕布搭配悬空式电视柜，这些年已经成为了新的流行趋势。悬空电视柜造型简约大气，而且不落地的设计，更加节省空间，兼具美感的同时，不仅多了收纳空间，还没有卫生死角，所以这么多优势让它成为很多家庭客厅电视墙装修的首选方案。也不足为奇，设计安装前必须要看一下你家的背景墙是承重墙，要确保结实安全，否则后期电视柜变形下坠掉落是迟早的事。所以如果你家不是承重墙面，千万不要轻易跟风。换句话说，悬空电视柜虽美，但却要牺牲安全性去换，显然是不值得的。五、玻璃门衣柜。不否认透明玻璃门自带高级感，能迅速提升衣柜的质感，而且比普通柜门更有空间感，视觉上也更加通透，特别符合年轻人装修对于高颜值的审美需求。但好看归好看，回到现实生活中，没用过的人不会知道它有这些缺点。首先，你要有天天收纳整理的决心，否则的话，内部就会显得非常凌乱，毫无美观可言。其次，你要足够的勤快，因为玻璃材质简直就是指纹的收集器，几乎是一摸一个手印，不勤擦的话，看上去就会非常的脏。另外，玻璃柜门还容易反光，如果用在卧室衣柜门、起夜上厕所、睡梦中，还会被玻璃中的倒影吓一跳。除此以外，玻璃门衣柜自身的价格也不低，往往是木质衣柜的2-3倍，所以综合来看，不管是实用性还是性价比的角度，都不如普通衣柜门，省心省事。说到这里，大家发现没有，这期分享的5种装修设计虽看上去很高大上，但却违背了人性化的设计需求，中看不中用的产品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鸡肋，希望大家不要踩坑。装修是个无底洞，能省则省。如果你是刚需装修，那么下面要说的这几个傻事可千万不要再做了，否则的话，可能钱没少花，等到后悔的时候，却发现一切都晚了。没有经历就没有发言权。作为一个服务过上百位业主的装修博主，本期就来告诉你装修中哪些东西不能装，哪些事情不要做。当然了，如果你不差钱，什么都想要好的，那么这些装修建议对你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建议你现在就可以划走了。一、不要选太贵的瓷砖，尽量避开深色砖。瓷砖经过这个市场几十年的技术发展，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它的工艺和质量标准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根本就不需要买太贵的。特别是一些大品牌的高端款，动辄就要卖到几百元一片，和几十元一片的相比，也仅仅是规格和花色不同而已。选瓷砖只要花色喜欢，性能参数达标就可以了。瓷砖选购建议：一、首选800×800的地砖，不仅价格便宜，工费也便宜，后期做好瓷砖美缝，从装修效果上来看，区别真的不大。二、尽量不选深色的，特别是小户型，深色地砖会让房间显暗，压抑不说，还不耐脏，总觉得上面一层灰，老是擦不净。三、亮面砖也不要选，无论你装什么灯，它都能映射出来特别丑，而且后期全屋定制和家具也非常难搭配，建议选素色哑光或柔光砖，不会反光，空间还显亮堂。二、不要做太复杂的天花顶或造型顶，你还在信奉无吊顶不装修的传统观念吗？但事实上，很多人都搞错了，吊顶的真正作用就是用来遮丑、隐藏设备的。不可否认，以前装修吊顶是标配，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真的不要再考虑那些复杂的天花顶了。你做吊顶的目的是啥？是嫌家里的房子不够小，层高不够矮吗？而且你要知道，吊顶越复杂，造价越高，后期不仅积灰难打扫，还非常容易过时。吊顶的装修建议：一、如果家里装了中央空调或者风管机，必须要做吊顶，可以根据需求做局部边吊，不要做拉平满吊，实现功能即可。二、如果实在觉得不做吊顶空间太单调，可以沿墙顶面四周做一圈双眼皮石膏线，这样做既节省了预算，又实现了装饰效果，还不占层高。三、不要做复杂的电视背景墙，轻装修重装饰永远不是一句空话。现代装修原则上是越简单越不会过时，不信的话，你想一想看，电视背景墙从10年前的花开富贵大理石，再到5年前的硅藻泥造型，前年的岩板格栅背景墙，是不是现在都过时了？实话实说，现在家庭电视的存在感都越来越低了，更何况是毫无意义的电视墙。我把话放这，不出3年就没有电视背景墙这个东西的存在了。电视墙装修建议：一、如果你家很少看电视，不如直接大白墙加一个100寸的投影幕布，简约高级，还不会过时。或者是75寸电视加一组悬空电视柜，既省钱又实用。二、如果家里面积小，柜子不够用的话，建议直接做一面墙的收纳柜，既有装饰作用，又能满足储物需求。四、不要选科技布材质的沙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刮起来的风，市场上开始流行科技布沙发，商家包装出来的营销说辞是既有真皮的质感，又有布艺的舒适度。事实上，它既不是皮也不是布，就是人造仿皮上做了涂层工艺，这种材料十分不成熟，寿命特别短，还不耐脏，基本上用个3-2年就开裂掉皮。咱用脑子想想，合成的东西质量能好到哪去？沙发选购建议：一、材质要么买真皮，要么买布艺，真皮质感好，档次高，布艺温馨百搭，舒适透气，其他材质一概不要考虑。二、款式建议选直排加单椅的搭配，客厅选轻盈不拥挤，带贵妃位的 L 型组合沙发，只适合大别墅或大平层的大户型。三、建议在高脚或落地款之间做选择，传统的矮脚沙发底部卫生难清洁。五、浴室柜不要装台上盆或者是岩板一体盆。首先，台上盆一定不要装了，都是几年前的产物了，基本已经淘汰了。它最大的缺点就是台盆四周藏污纳垢，特别不好清洁，而且台盆还很浅，平时想洗个头、洗个脸都容易溅一身水，非常不好用。再来说下岩板一体盆，这东西就是外强中干，别看它颜值高，但缺点一大堆。首先说是一体盆，根本不存在，都是拼接的，这就导致它打胶的地方容易脱胶、漏水、发黄，严重的还会掉底儿。其次，
岩板没办法做弧度，所以下水非常慢，盆底会经常积水。另外，因为都是直角缝隙，造成全是卫生死角。洗漱盆选购建议：一、建议首选陶瓷一体盆，经过市场考验，工艺成熟，而且好打理，不存在藏污纳垢的缝隙，清洁起来也省心省事。二、建议规格尽量选大尺寸的，深度最好在17厘米以上，洗漱时不容易溅水。六、不要装造型太复杂的吊灯，千万不要觉得家里装修的太普通，装个水晶吊灯就显得富丽堂皇了。过去装修，人家装个水晶吊灯就是为了炫耀、臭显摆，让人感觉装修肯定花了不少钱。现在装修追求的是舒适性、实用性，你再装水晶灯、欧式吊灯，不就是个笑话吗？不伦不类、不土不洋的和什么风格都很难搭。装修灯具建议：一、如果你家是别墅或大宅，建议也别装水晶吊灯，又贵又难打理，还占空间。有那个预算，不如做个全屋无主灯设计。记住，无论你家什么挑高，只有装大平棚，家里才显得大气。二、普通住宅建议就选择造型简单的吸顶灯，好看的款式也很多，灯光明亮又好打理。最后想说，装修房子是用来居住的，不是用来欣赏的，没必要为了追求极致的装修效果，去浪费辛苦攒下来的血汗钱。即便是装好了，也不会提升你入住后的生活质量，不如把钱省下来，买一个好点的洗碗机、洗烘套装、智能马桶，这些天天用到的东西才会真正的提高你和家人的生活品质。还是那句话，刚需家庭装修一定要务实，把钱花在刀刃上，切忌盲目跟风。时代要淘汰你，可能连声招呼都不会打。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好的应验了这句话。曾经那些红极一时的家居用品，从辉煌到暗淡，他们究竟做错了什么？到底是自身的缺陷导致的，还是时代环境变了，人们的需求也改变了？本期小东就给大家总结5个跌下神坛的卫生间产物，也许淡出中国家庭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一、岩板一体盆。高大上的岩板一体盆不仅颜值高，且极简范儿十足，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审美。而且岩板还有耐磨、硬度高、吸水率低等优势，一出现就成为了抢手货。然而好景不长，很快岩板一体盆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被大量用户吐槽使用体验太差了。第一，下水问题。因为岩板硬度高，无法做弧度，只能切割成平面，因此水池底部没有倾斜度，这也导致会经常性的积水。第二，溅水问题。很多人买之前没意识到，其实岩板一体盆的深度都不够，使用中只要一开水龙头，水就很容易溅出来。第三，卫生死角问题。所谓的岩板一体，并非真正的一体，而是切割后的几块岩板粘接在一起的，时间一长，拼接的地方难免会发霉变黑，藏污纳垢。第四，漏水问题。岩板拼接胶水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还会导致开胶漏水，甚至脱落掉盆。所以这些原因也注定了它无法代替性能更为成熟的陶瓷一体盆。当好看和实用性做选择时，显然大家更倾向于后者。二、长虹玻璃门。我记得当年卫生间装修中到底应该用木门还是推拉门，让很多业主纠结。木门的防潮效果差，金属推拉门又不够档次。当升级换代产品，长虹玻璃门的出现似乎完美的解决了所有问题。长虹玻璃不仅颜值高，加上自身的通透性，还有那种朦胧的美观，此物一出，立刻在家装领域引起了一阵跟风狂潮。然而它并非没有缺点，现实中选购长虹玻璃门踩雷的业主也不在少数。其一，颜色坑。长虹玻璃颜色分普白和超白两种，很多人不懂，都默认选了会泛绿光的普白，极其影响美观，特别丑。其二，隐私坑。很多人为了保留长虹玻璃的通透性，都选了单层玻璃，结果导致有人上卫生间的时候，外边看得清清楚楚，特别尴尬。另外，烂大街的长虹玻璃也导致了人们的审美疲劳。油砂玻璃门的出现，也注定了它的江湖地位不保。油砂玻璃的特点是兼顾了美观和隐私性，完美的替代了长虹玻璃的功能。三、壁挂马桶。卫生间的壁挂式马桶因其颜值高，不落地，更加简洁大方，而且没有卫生死角等优势，也受到很多人的追捧。但是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甚至很多安装壁挂马桶的家庭都后悔了，吐槽说没有落地式马桶实用。究其原因，在我看来，还是因为壁挂式马桶自身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首先，壁挂式马桶冲水声音大，市面上基本都是直冲式的，
比虹吸式声音大很多，特别是起夜上厕所的时候，很影响家人休息。其次，安装的高度很尴尬，位置太高的话，上厕所的时候还需要踮脚；离地面太低的话，扫地机器人都进不去，也失去了壁挂式的意义。另外，维修困难，壁挂式马桶是预埋在墙里，只保留一个检修口，一旦后期漏水，想要维修也比较复杂。除此之外，壁挂式马桶的售价也不便宜，品牌的基本都在4、5千元，砌墙安装等成本费用还要另算，这也让很多消费者望而却步。所以，很多人也想明白了，与其花这么高的预算去当冤大头，还不如直接买个智能马桶更划算。4. 灯暖浴霸。说到卫生间的取暖设备，早期的灯暖似乎成了浴霸的代名词。灯暖浴霸加热升温快，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感受到热量，而且经济实惠，性价比高。想当年，几乎成为了卫生间的标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灯暖浴霸的缺点也显现出来，有些致命的缺陷很难让人接受。灯暖浴霸舒适感太差，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我家之前用的就是灯暖，淋浴的时候给我感觉就是头热脚冷。另外，灯暖浴霸打开后会发出强光，光线非常刺眼，照得人难受。关键还是被大家诟病的安全性问题，使用时温度过高，灯泡有爆裂的风险。而后来居上的风暖浴霸不仅安全性能高，受热面积大，升温均衡且稳定，所以也注定了灯暖浴霸的没落。5. 家庭浴缸。很多人可能想不明白，几平米的卫生间还要装浴缸，看起来很离谱，然而现实中却是真实存在的。多少年来，它一直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可如今，家庭中的浴缸消失了吗？其实并没有，相反的，动辄7、8千元的品牌浴缸，向来不缺消费者，为什么有人愿意买单呢？说白了，还是虚荣心作祟。有些人是为了赶潮流，有些人为了提升装修效果，根本不考虑实用性。这也导致浴缸在实际的使用中被称为卫生间闲置率最高的家居用品。现实中，很多家庭用过1、2次后，就彻底沦为堆放杂物的地方。究其原因，是因为浴缸放水清洗过程中比较麻烦，且需要浪费大把时间，显然不如淋浴房来的简单省事。而比起每天泡澡，淋浴也更符合国人的生活习惯。据我了解，现在家庭中安装浴缸的情况有所改观，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浴缸占地方、清洁费劲、使用率低等问题。渐渐的，大家也回归了理性，所以浴缸跌下神坛也就不足为奇了。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这些卫生间产物，你家是否也用过？还能说出几种曾经红极一时，如今却跌落神坛的家居用品呢？现在的家用电器迭代更新的速度实在太快了，在这个科技爆炸的时代里，恨不得每天都会涌现出性能更加卓越的家电产品。所以你会发现，某种家用电器曾经红极一时，但如今早已没落，并且到达了被淘汰的边缘。本期小东给大家分享5种跌落神坛的家电，有些是自身原因，有些是技术发展所致，不过终究还是逃不过被时代淘汰。1. 制冷冰箱。冰箱是生活中离不开的刚需家电，但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以前几乎是每个家庭都有的制冷冰箱，如今市场上已经越来越少了。那为什么制冷冰箱近乎面临淘汰的边缘呢？究其原因，制冷冰箱最大的硬伤就是太容易结霜。随着使用年限的增加，冰霜的厚度会越来越大，最后导致正常的使用都成问题，储存空间更是一步步被压缩。冰箱行业随着新技术的崛起，研发出更为先进的风冷冰箱，解决了冰箱自身结霜的问题，显然更能满足大众的需求。因此，制冷冰箱逐渐被市场淘汰，也就不足为奇了。当然了，风冷冰箱也做不到十全十美，也存在冷风吹菜容易让食物干瘪的问题。不过，各大厂商也陆续推出了带有保鲜技术的风冷冰箱，只不过价格要贵出不少。2. 洗烘一体机。传统的洗衣机只有洗涤和甩干功能，洗完的衣物取出来还是湿漉漉的，这就和生活所需有一定的差距。有需求就有市场，很快洗衣机厂家就研发出来了洗烘一体机，买一台机器就能解决洗衣和烘干问题。一经推出，很快就爆红市场。可是当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把洗烘一体机扛回家后，才发现这东西完全和想象的不一样。大家慢慢会发现，这种一体机烘干大多是冷凝式的，烘出来的衣服毛糙又缩水，皱皱巴巴的，还干不透。而且只是洗几件简单的衣服，加上烘干却要数个小时的时间，
当然，结衣技术也是日新月异的。随着独立热泵式烘干机的出现，洗烘一体机很快就日暮西山了。独立的烘干机烘干衣物的效率高，且效果极佳，而且还增加了线屑过滤功能。尽管价格有点贵，但更能满足大众对于衣物烘干和洁净的需求。也正因此，洗烘一体机才慢慢被市场抛弃。3. 壁挂式洗衣机。很多人买壁挂洗衣机就觉得它省空间，然后孩子和大人的衣服能分开洗，干净卫生。但是它有一个硬伤，就是不安全。你上网查一下，大家对它的使用评价能把你吓晕。因为壁挂式洗衣机是安装在墙上的，它工作的时候，里边的电机是一直在震动的。时间长了之后，里边的墙体包括螺丝就会松动，因此就有掉落的风险。除此之外，它的容量小，空间小，排污结构紧凑，说白了就是内部更容易脏，长时间使用更容易滋生细菌。而且这东西卖的还很贵，市场价格最低的也在2000块以上。所以大家也慢慢意识，有这钱你还不如买一个迷你的波轮洗衣机。壁挂洗衣机主打的紫外线杀菌，包括高温蒸洗功能，人家也都能解决。而且同样体积小，不占地方，不用的时候直接放柜子里。关键是价格便宜，而且没有安全隐患。4. 水槽式洗碗机。这几年家庭式洗碗机也逐渐普及起来，甚至一些年轻人把洗碗机列为装修中必选的家用电器之一。水槽式洗碗机的主打卖点是能洗果蔬，不占用橱柜空间，而且拿取碗筷时不用弯腰，所以很快就被年轻一代所认可，成为洗碗机市场上的热销产品。但实话实说，前后火了还真没有太长时间，因为洗碗机这东西属于一种舶来品，发展到国内技术上还不太成熟，自身也有不少缺陷。水槽式洗碗机就是如此，而这些缺点也注定了它很快会被淘汰。首先，水槽式洗碗机容量是真的小，一般只有6、7套，如果是2口之家也就勉强够用，放大点锅更是别指望了。如果家里来客人了，用碗量大，还得排队后洗。其次，商家宣传的水槽式洗碗机省空间，实际上水槽下方的占地面积也跟嵌入式洗碗机差不了太远了。另外，后期的维修维护成本也高，毕竟它和水槽是一体式的，一旦哪天坏了，连带水槽也不能用了。更关键的是，售价还不低，市场上6、7套容量的也要卖到5000以上，这个价格都可以买到一台13套的嵌入式洗碗机了。而且洗碗和烘干技术也更为成熟，还有分层洗、存储等这些水槽式洗碗机没有的功能，所以自然而然的被慢慢取代了。5. 顶吸烟机。说实话，我也没想到顶吸烟机会这么快就跌下神坛。要知道，这在当年几乎是家家户户必备的厨房电器。顶吸烟机虽然价格低廉，款式美观，但是始终逃不过油烟过脸、排烟距离过长等自身的弊端，而且还有炒菜时容易碰头，时间长了之后容易滴油等诸多问题。业界各大烟机厂商为了解决消费者的这些诉求，陆续研发出了侧吸式、顶侧双吸式、集成灶等多种全新技术和款式的产品，从根本上解决了主妇们担心天天炒菜油烟过脸，慢慢变成黄脸婆的实际需求。而且这些新型的烟机产品也改良了排烟口离灶台过远、油烟吸不干净等问题。当然了，现在的顶吸烟机也不能说完全被淘汰，因其控烟范围大，拢烟效果好，基本上已经沦为了饭店后厨的专用。